大家好，我是陈正浩。政府启动特别作业，将原定月底发放的各项年金与津贴提前在过年前发放，让长辈及符合资格的朋友手头更活络，好过年。这不是仅限低收入户的福利，范围涵盖3大类人群，只要符合资格，款项会自动汇入账户，无需重新申请。但关键在于12月底前，请务必刷存折确认账户状态，若未更新或账户有问题，款项可能被拦下，导致过年期间无法领取。今天陈正浩会详细说明哪3大类朋友能受惠，以及为何必须在12月底前完成确认。如果你是首次看到安康生活频道，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重要福利消息不漏接，也请在评论区打上福气满满，一起汇聚过年好福气。首先呢，咱们要搞清楚这笔加菜金到底是什么。它可不是政府突然印出来的新钞票，也不是额外多发的一笔奖金。它的本质是劳保局为了应付2026年那个来得比较早的春节长假，特别把发钱的工作日程表给调整了。按照过去的规矩，像劳保年金、国民年金这些钱，通常都是在每个月的最后几天，甚至是下个月的月初，才会慢慢汇到大家的账户里。可是2026年的春节假期开始得早，原来预定的发放日子，好巧不巧，正好撞上了银行的休假日。政府一想，这不行啊，总不能让大家过年期间口袋空空，想买点鱼肉菜蛋都不方便吧。于是就拍板决定，把这些原本要在月底才发的钱，全部都提前到春节连假开始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发放。这就意味着，当大家正热热闹闹地准备年菜，冲刺大采购的时候，这笔活生生的现金就会准时出现在你的存折里头，给你最直接、最实在的资金支持。那么接下来，陈正浩就要来仔细说说，到底是哪3类朋友可以享受到这次提早入账的福利。大家不妨对照一下自己的情况，或者赶紧回家问问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看看他们是不是也在这个名单里面。这第一类受惠的朋友，也是人数最多、最庞大的一群，就是现在正在按月领取劳保年金的退休长辈们。这里面包括了劳保的3大块：年金给付、老年年金、失能年金，还有遗属年金。对我们大多数辛苦了一辈子的退休劳工朋友来说，每个月那笔劳保老年年金可是晚年生活最重要的经济支柱，柴米油盐都指望着它。平常这笔钱都是稳稳的在月底进来，但这次为了配合过年，劳保局会提前作业。只要你是目前正常在领劳保年金的状态，那么你的账户在过年前就会提前收到这笔钱。这对于需要张罗年节用品、要给孙辈包红包的长辈来说，简直就是一场及时雨。而且你什么都不用做，不用申请，不用打电话，系统会自动设定好，把转账日期提前。这第2类受惠的朋友呢，是领取国民年金的朋友们。国民年金，我们常常也叫它国保。这类朋友通常是家庭主妇、主夫，或者是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参加劳保的兄弟姐妹。国民年金主要包含老年基本保证年金、老年年金给付，还有原住民给付。陈正浩发现，很多家庭主妇常常会忽略这一块，总觉得自己没出去上班，就没有什么福利可以领。其实不是这样的，只要你之前有按时缴纳国民年金的保费，等到年满65岁之后，你每个月都是可以领到相应给付的。特别是那个老年基本保证年金，那是政府为了保障所有老年人的基本生活而设立的。这笔钱的数额可能不像劳保年金那么多，但在过年这个花钱如流水的高峰期，它能提前入账，也能帮上很大的忙。多买几道菜，多称几斤水果，年味儿就更足了。所以，请家里辛苦的妈妈、奶奶们特别注意，你们的这笔钱同样会被列入提早发放的名单里。还有这第3类受惠的朋友，是领取各类津贴的特定族群。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领老农津贴的农民朋友，以及领取身心障碍者生活补助费的民众。老农津贴对于在田里辛苦耕耘了一辈子的农民伯伯阿姨来说，是晚年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活保障。而身心障碍者生活补助，则是政府为了协助弱势朋友维持基本生活所设立的。这2项津贴的发放时间平常也比较晚，但这次为了体现政府对农民和弱势群体的关怀，
确保大家都能过个不焦虑的好年。劳保局也把这2笔钱的作业时程一并调整了，会赶在银行春节休假之前，全部汇到申请人指定的账户里。好了，说到这里，问题就来了。既然钱都确定会提早发了，为什么陈正浩还要在标题里那么紧张地强调，叫大家12月底前快刷存折呢？这可不是耸人听闻，这正是今天陈正浩要讲的重点中的重点，也是很多长辈最容易掉以轻心，觉得没关系啦的环节。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政府的钱从劳保局的账户划拨到你的个人账户，这个过程必须依赖银行系统和你个人账户状态的正常运作。简单来说，政府的钱发出来了，就像寄出一封信，但如果你的信箱，也就是你的银行账户本身生了锈，锁住了，或者地址错了，这封信是塞不进去的，这在银行里就叫做汇款失败。一旦发生汇款失败，那麻烦就大了，劳保局那边需要重新核对资料，发公文通知你，这一来一往，公文旅行加上处理时间，等到你终于能把问题解决，真正拿到钱的时候，可能年都过完了，元宵节也过了，甚至要拖到2-3个月之后。你想，过年正是最需要钱的时候，结果钱卡住了，那多扫兴，多住急啊。所以陈正浩用最恳切的语气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在12月底之前拿着你的那本用来领年金的存折，去银行 ATM 补登一下，或者直接去柜台请行员帮你确认一下，看看有没有下面这几种账户风险。第一种最常见的风险叫做禁止户，或者叫禁止户、久未往来账户。很多长辈手头可能有好几个银行账户，当初申请年金的时候填写了 A 银行的账户，但后来因为习惯日常买菜提款都用 B 银行的账户，导致那个专门接收年金的 A 银行账户长达1年甚至好几年都没有任何一笔存款或提款的交易记录。银行系统为了管理风险，确保存款安全，就会自动把这种长期没有动静的账户列为禁止户，或者暂停它的非柜面交易功能。一旦账户被锁定，那么劳保局的汇款指令发过来的时候，银行系统就会毫不留情地自动退回去。很多长辈平时不注意，总觉得钱每月都会自己进来，从不去刷那个存折看看，等到过年前要取钱用了，一刷折子才发现，咦，怎么这个月没进账？这时候你再慌慌忙忙去问，银行已经开始放春节长假了，劳保局也休假，没人办公，你想立刻处理都找不到门路，只能钱助急。所以请务必在12月底前去确认一下你接收年金的那个账户，最近半年内有没有交易记录，状态是不是正常。第二种风险是比较严重的情况，就是账户变成了警示账户。现在诈骗案件真的很多，有些长辈因为防范意识不够，可能不小心点了一些诈骗连结，或者轻信他人，把存折、提款卡借给了所谓的朋友，结果导致自己的账户被警方列为诈骗涉案账户，也就是警示账户。一旦账户变成警示户，那就像被冻结了一样，所有的资金进出都会被拦截，政府的年金自然也就汇不进来了。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账户突然无法存款提款，请立刻去警局说明情况，并拿着相关的报案证明，尽快去劳保局申请变更汇款账户。这就引出一个超级重要的解决办法了。如果你的账户因为欠债问题被法院扣押了，或者因为变成了警示账户无法使用，那你是不是就领不到这笔过年救命钱了呢？陈正浩告诉你，绝对不是。根据我们的法律规定，像劳保年金、国民年金、老农津贴这些社会福利性质的给付，是为了保障人民基本生存权的钱，在法律上是享有优先保护的，原则上不能被银行拿去抵消债务，也不能被法院扣押，或者拿去给别人做担保。但是问题又来了，如果你直接把钱汇进一个普通的已经被扣押或冻结的银行账户，银行的电脑系统可没那么聪明，它不会自动识别说，哦，这笔是劳保局来的保护性款项，我不能扣。它只会执行既定的程序，账户冻结那就拒绝汇入，账户有扣押命令，那就把进来的钱直接划走。这样一来，政府的善意不就白费了吗？你的权益不就受损了吗？为了解决这个大问题，劳保局专门设立了一个叫做年金专户的东西。
如果你有债务问题或者账户被冻结了，你一定要在12月底之前带着你的身份证明文件和相关的法院文件、警察局证明，亲自去一趟劳保局申请开设一个年金专户。这个专户是独立的，它唯一的功能就是接收你的各项年金和津贴，这里面的钱不管是银行、法院还是债权人都无权动用和扣押。只有通过这个方法，才能真正为你的春节加菜金筑起一道防火墙，确保它安安稳稳地进到你的口袋，而不是刚进来就飞走了。陈正浩要特别提醒，开设这个专户需要一些行政作业时间，所以一定要尽早行动，千万别抱着侥幸心理，拖到过年前1-2天才去办，那肯定是来不及的。第三种需要确认的情况，是你的个人基本资料有没有变更。年底通常是政府机关进行年度资格清查的高峰期。如果你在今年之内搬过家、迁过户籍或者改过名字，请务必确认你现在户政事务所登记的资料和劳保局里留存的资料是不是一模一样。虽然现在政府的电脑系统大多有连线，但数据更新有时候会有一点时间差，特别是对于领取老农津贴和身心障碍补助的朋友，这些津贴的发放往往跟你的户籍所在地有密切关系。如果你从台北搬到了台中，却没有及时通知发放单位，可能会导致资格审查出现问题，需要重新申请认定。所以在12月底前，抽空去一趟你户籍地的区公所、乡镇市公所或者农会，确认一下自己的领取资格状态是不是合格，这是确保资金能顺利入账的一个必要步骤。除了中央政府统一发的这几笔大钱，陈正浩还要提醒大家留意一笔很可能存在的隐藏版红包。台湾的各县市政府为了表达对辖区内长者的关怀，常常会在春节前额外发放一笔春节慰问金或者敬老礼金。这笔钱的金额从几千块到上万元新台币都有，要看各县市的财政状况和福利政策。像台北市、新北市、高雄市等等，对特定年龄层，比如65岁以上、80岁以上或者特定身份，比如中低收入老人的长辈，都有相关的福利。这笔钱通常是由地方政府的社会局直接作业，汇入长辈指定的金融账户。但是因为各县市的做法都不太一样，有的需要长辈主动去申请或提供账号，有的则是直接沿用发放重阳敬老礼金的那个账户。如果你之前没有提供过账户，或者提供的账户后来有变动，那么这笔钱就可能会用邮政汇票的方式寄到你的户籍地址，甚至需要你亲自去里长办公室、区公所领取现金。所以陈正浩建议大家12月底去刷存折的时候，除了看劳保局、国保局的款项，也要睁大眼睛看看有没有一笔是来自某某市政府社会局或者某某区公所的款项。如果没看到，就要记得留意一下家里的信箱，有没有收到领取通知单，或者听听里长有没有广播。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疏忽，让这笔天上掉下来的额外春节红包因为过期没领而被充公了，那真的太可惜了。好啦，今天陈正浩为大家梳理的重点，我们最后再来总结叮咛一次。2026年的春节马上就要到了，政府为了照顾广大的退休族和弱势朋友，实施了非常有人情味的提早发放政策。劳保年金、国民年金、老农津贴以及身心障碍生活补助这4大笔钱，都会在春节连假开始前全部汇到大家的账户里，为咱们的年节采购提供最坚实的资金保障。这不仅仅是少数人的福利，这是涵盖了全台湾好几百万退休长辈和相关朋友的共同权益。但是钱要能顺利进到你的口袋，需要咱们自己这边的配合，请务必把握住12月底这个黄金时间窗口，做好下面这3件事。第一，拿出你那本领年金的存折，去银行补登，或者问行员确认这个账户是正常使用状态，没有变成久未往来的禁止户。第二，如果你有债务纠纷，或者账户不幸被设为警示户，别灰心，立刻带着文件去劳保局申请开设年金专户，这是保护你钱财不被扣走的最强盾牌。第三，确认你的户籍资料和领取资格没有问题，别因为搬家让福利断了线，同时睁大眼睛找找有没有县市政府发的隐藏红包。咱们大家辛苦工作，缴纳保费一辈子，
这些年金和津贴是我们应得的权利，是晚年生活的安心依靠。政府提早发放是一份体贴的美意，我们更要用心地维护好自己接收钱的渠道，畅通无阻。不要因为一时怕麻烦，少跑了这一趟银行或公所，结果导致过年期间手头紧巴巴，甚至年后还要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去申请补发，那真的会因小失大。在影片开头提到的那3类人，如果你自己就是，或者你的父母、长辈属于这3类，请一定要把陈正浩今天说的这些内容耐心地告诉他们，帮他们检查一下存折，问问他们的账户状况。对长辈来说，过年手里有钱，心里才不慌，这才是给他们最实用、最贴心的春节礼物。同时，陈正浩和安康生活频道也会像大家的朋友一样，持续帮大家紧盯着劳保局以及各县市政府的最新公告。一旦具体的入账日期表公布了，或者有新的好的补助政策出炉，陈正浩一定会的一时间整理清楚，做成新的影片分享给大家。我们安康生活的宗旨就是帮每一位朋友看紧钱袋子，解读复杂的政策，让大家的晚年生活过得更有保障，更安心。如果你觉得今天陈正浩分享的这些内容真的对你有帮助，帮你把过年前的资金安排里出了一个头绪，那么请不要吝啬，给我一个大大的赞。你的每一个赞都是陈正浩继续为大家整理政策、分享实用知识的最大动力。也请你动动手指，把这支影片分享到你的家族群组、社区邻居的 LINE 群里，提醒更多的长辈和朋友们赶紧去刷存折、查账户，把该办的手续办一办。最后，陈正浩要再次提醒，如果你还没订阅我们安康生活频道，请现在就点击订阅按钮，并且打开小铃铛。我是陈正浩，我会一直陪伴在你身边，为你解析最复杂的政策，分享最实在的福利资讯。让我们一起做好万全准备，用从容的心情迎接一个富足、安稳、快乐的2026年新春佳节。我们下期影片再见。